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重金签下王一博，但燕之屋快卖不动高端燕窝了。2023年12月12日。燕之屋终于走完12年的漫漫上市路，成功在港交所敲钟，拿下燕窝第一股。但这个光环并没能持续很久，上市不到1年，燕窝第一股燕之屋业绩便迎来大变脸。燕之屋最新财报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，品牌实现营收10.59亿元，同比增长11.36%。收入增长的情况下，燕之屋的归母净利润却大降，仅为5808万元，同比下降42.54%，净利润率更是由2023年同期的11.29%下降至5.67%，几乎腰斩。对于这份业绩报告，燕之屋解释称，净利润的减少主要归因于品牌战略的高昂支出。品牌战略的高昂支出，指的正是品牌最新执行的双代言人品牌战略。今年1月和5月，燕之屋先后宣布签约巩俐和王一博为品牌代言人。为了聘请2位顶流，2024上半年，燕之屋花费了3.65亿元，同比增长了38.45%。如果说聘请巩俐是想继续稳住贵妇消费者的增长大盘，继续打造高端化，那么聘请王一博，则是为了围猎更多的年轻人，将触角伸向更广泛的年轻客户群，找到新的增量市场。创立之初，靠着贵妇专享的标签，燕之屋赚得盆满钵满，而如今，品牌又想蹭上年轻人养生的热点。这样的营销能帮助燕窝品牌打开年轻人圈层吗？燕窝的神话还难持续多久？从古至今，燕窝都深受追捧。从2017年起，在新中式滋补浪潮与电商红利的共同作用下，燕窝成为消费行业里一个热门赛道，人们对燕窝的需求呈爆发式增长。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燕窝消费国，市场规模持续扩容。根据国燕委发布的2023至2024年度燕窝行业白皮书显示，2023年燕窝市场规模达到623亿，同比增长12%，近3年复合增长率14%。在中国燕窝行业起步较早的燕之屋，是行业的领头雁。而如今，曾经光环围绕的行业大哥，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。翻看近4年的财报数据，从2021年至2023年，燕之屋的年度收入分别为15.07亿、17.3亿及19.64亿元人民币，对应的增速分别为15.82%、14.79%和13.54%。净利润分别为1.64亿元、1.88亿元、1.97亿元。2024年上半年，其营收达到10.59亿元，同比增长11.36%，而净利润仅为5808.00万元，同比下降42.54%。可以看到，燕之屋的业务营收虽一直保持着增长的态势，但也确实面临着增速放缓的挑战。最新的业绩报表中，也反映出了关键的问题，净利润下滑过快。对于净利润的下滑，燕之屋解释称，主要是因为双代言人战略、新筹建的蓝绿色智能工厂投入以及线下客户趋于保守，导致线下渠道增速不及预期。说的更直白一点，一是因为营收支出，二是因为线下渠道收缩。财报显示，2024年上半年，燕之屋线下渠道总收入为4.19亿元，相较于2023年同期4.26亿的营收，
同比下滑 1.64%， 线下渠道占总营收的比重也从 44.74% 下滑至 39.51%。相应的，其电商渠道有了一定的增长。2024年上半年，燕之屋电商渠道收入为 6.41 亿元，占总营收的比重为 60.49%。但因为线上渠道的毛利率不如线下渠道，整体拖累了燕之屋的毛利率表现。渠道重心的转移，使得燕之屋的存货压力陡增。2024年上半年存货余额为 3.14 亿元，占营收比达到 29.65%， 远超去年。公司面临着较大的库存积压风险。靠王一博、贵妇收割机能拿下年轻人吗？不断释放红利的线上渠道，正在发展为燕之屋的新战场。相较于线下，线上消费者的消费者需求、人群画像、购买偏好截然不同。为了抓住更为年轻的线上消费者，不断探索新的增长点，燕之屋不惜在营销上砸下重金。长久以来，燕窝一直被认为是贵妇专享，许多年轻人和上班族大多都望而却步。为了扩大燕窝的消费市场需求，燕之屋今年施行了巩俐和王一博双代言的决策，稳住贵妇群体的同时，探索年轻化的市场，用流量带动销量。今年5月20日，燕之屋官宣了王一博成为燕之屋的全球品牌代言人，同时还在线下铺设大屏广告快闪店，可谓是牌面拉满。官宣代言人的同时，燕之屋把之前红色的包装改为绿色包装，同时推出了一系列福利活动，设计相关周边，吸引大量年轻粉丝参与。数据显示，单单在微博一个平台，王一博粉丝数量就高达4000多万，靠现象级流量来吸睛。燕之屋想靠粉丝效益，走进更多人的视野中。为顺利实现年轻化转型，燕之屋还推出了一系列百元新品。2023年、2024年，燕之屋上新了小燕农燕窝粥、燕窝肽天然苏打水等多个产品，大多价格在200元以内。然而，这些产品对公司整体营收贡献有限。2023年全年，燕窝粥产品收入仅为2290万元，占总收入的 1.17%。从品牌最新动作看，除了签约巩俐和王一博，燕之屋上半年在打造高端品牌形象上动作频频，与米其林餐厅、5星级酒店等合作，举办女子高尔夫巡回赛等。这些对外营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燕之屋的销售费用负担。拉长时间来看，燕之屋来在营销上的花费，历来就不少。财报数据显示，在2021年至2023年，燕之屋的广告及推广费用分别为 2.69 亿元、3.26 亿元和 1.25 亿元，合计约 7.2 亿元。占营销费用的比重分别为 67.4%、64.8% 和 60%。与高昂的销售费用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燕之屋的研发支出。同期燕之屋的研发费用 0.19 亿元、0.24 亿元和 0.09 亿元。重营销轻研发的标签，也令其亏损难解。拿营销换增长的路数，使其不断被质疑智商税。从品牌创立史不难看出，燕之屋走的一直是营销换增长的路数。燕之屋创始人黄健本是一名普通高中的数学老师，早年间背井离乡前往新加坡打拼的他，意外地发现了燕窝的商机。1997年，黄健在厦门创办了一家卖燕窝的公司，双丹马，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，这便是燕之屋的前身。2002年，燕之屋品牌正式诞生，第一家连锁店在厦门开业，
也就是在那一年，黄健看到了特许连锁经营模式的发展潜力。为了扩大燕之屋的市场规模，2003年起，燕之屋开始在全国开设更多的分店，玩起特许连锁加盟模式，并于次年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广告，将品牌名声一炮打响。2008年，黄健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，他把燕之屋赚到的几乎所有利润都拿出来，请到了当时的当红女星刘嘉玲。吃燕窝，我只选燕之屋晚宴，一句广告词，有效的圈了一波贵妇，也奠定了燕之屋高端的市场定位。明星的带货能力，为燕之屋带来了销售额的剧增。靠着重金营销，燕之屋的品牌溢价不断提升，迈入快速扩张和品牌升级阶段。但铺天盖地的广告宣传，也使其陷入智商税、夸大功效的争议。此前，证监会曾对其提出57个问题，涉及股权转让、燕窝是否夸大宣传、食品安全等。虚假宣传、食品安全也屡次阻挡了其上市之路。针对燕窝的营养价值和宣传问题，证监会要求燕之屋提供关于燕窝营养价值的权威数据来源，并询问其广告宣传中是否存在夸大燕窝功效的情况。对于燕之屋来说，这一直都是其发展路上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